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又回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最近呢，因为这个遥遥稀土上线，让我玩得不亦乐乎啦。那这是一款4人线上合作的游戏，那各位呢是扮演机械西部牛仔，接受镇上的各种委托，然后一同对付妖怪呢，斩妖除魔。那其实呢，我一直都蛮喜欢这种合作类的游戏啦。那各位呢，同心协力一起完成一个任务，然后互相帮忙，重点是好玩而且热闹。那这个游戏呢，目前尚在体验阶段啦，但一出即获压倒性好评。那说实在的，好东西真的不用过多的吹捧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各种元素给好给满，让各位玩起来不无聊。那基本的互助闯关、FPS 射击、BOSS 战、收打册、解谜、探险找彩蛋、法术攻击、卡牌系统、坐骑，就是让你呢玩起来真的是不无聊。重点是呢，这游戏浓浓的西部元素，也紧密的连接着西部元素啦。那角色人物呢也很可爱逗趣。那其中呢，各种 NPC 的对话还有彩蛋都会让你莞尔一笑啊。那像我在峡谷的地图，还会需要做牛仔驾照的笔试，那问的问题呢，还有答案都会让人噗嗤一笑。甚至还有骑着马匹上路考试，那4人呢变成荒野大镖客，那就是玩起来呢相当的热闹。另外，因为各种人物呢都很逗趣，在打起来的时候呢，不会有写实风的游戏那样比较严肃。那整体打起来真的就是 Party Game 的感觉。然后重点呢是节奏也很快，那因为坐骑系统，所以不会有因为地图大会有需要走路赶路这种冗长的行程啦。而且它没有高空坠落的伤害，所以冲刺赶场的时候呢，不需要担心坠落死亡。那整场打下来呢，真的是不太会有冷场的状况。接着这个游戏武器的部分了啦，那它分为主副手及战术投掷物。那它的主手武器呢共有5种，那第一把就是4管步枪。那这把是各位的初心者武器啦，那它数值最平均。再来是霰弹枪，那不用多做解释，各位都了的近距离武器。再来是狙击枪，顾名思义，打狙用的，喜欢放冷枪的首选。接着是迷你炮，它子弹最多，喜欢打火力压制的就用这把，那我个人比较爱用啦。再来是杠杆式步枪，那算是狙击枪及4管步枪的综合体啦，单发的射，那它的伤害呢比4管高，然后灵活性呢比狙击高，就是介于两者之间。接着副手武器呢，同样也是5种，就是左轮、弓箭、左轮双枪、回力镖及警长之心。那副手呢，我个人比较爱用回力镖啦，因为我觉得它灵活性高，射出去之后呢就可以专心走位。然后又会自动回返，不吃子弹，而且射出去之后呢，它会在目标稍微停留一下。接着这个游戏的子弹呢也很单纯，就分主副手子弹就这样子。那你在游戏中呢，反正就是缺哪一个呢，就捡哪一个，就这样简单明了。而战术投掷物呢，则是分4种，就是基本的弹药包，那这个是丢出去之后呢会提供弹药。再来是治疗区域，那这个是丢出去之后呢，会产生一个医疗区域，那全队的人员呢在区域中呢皆可回血。再来第3个就是脉冲手榴弹，那它丢出去之后呢，会产生个小范围，只要碰触到的人呢都会被弹开，那这个算是控场类型的啦。然后最后呢则是啤酒箱，那它丢出去之后呢会直接提供补血瓶，那跟治疗区域的缓慢回血呢不太一样。接着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每一种武器呢，或者是投掷物都需要追踪碎片来获得。那其实这有点像是要获得蓝图啦，那就是每次呢接受委托，打完王后或者是一些地图上的随机触发事件，就会掉落碎片。那要收集该武器的碎片呢，达到指定数量才能够解锁。所以要解锁所有的武器呢，都需要花点时间。所以各位记得每次开始委托时呢，记得追踪碎片，才不会浪费每次的委托啦。最后这边呢，各位会觉得说，哪把武器比较好？那其实就看各位的手感啦。有些人喜欢玩狙，那有些人喜欢霰弹枪近战秒杀。那我个人呢是喜欢迷你炮啦，因为我目前在困难难度呢，有时风暴一来，那个骷髅呢真的是满坑满谷的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是没什么时间慢慢装弹，所以直接呢整个滑鼠按住一直扫，看到一整片骷髅爆头呢就很爽。另外这边各位也别忘了，就是每把武器呢，它还可以额外升级属性以及搭配卡牌，就可以让武器呢有不同的特性。再来就是还有这个游戏呢，共分为5种难度，就是简单、普通、困难、极难以及噩梦。
那我发觉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其实就蛮难当荒野一匹狼的啦。那需要各位队友的团队合作呢，才能够好好推网，尤其是碰到风暴的时候。那接着各位，除了武器外呢，也别忘了它还有法术。那法术共分为5种，就是火、电、酸、巫毒以及仙人掌。那每种法术呢，又有5种不同的特性可以升级。那就像 RPG 一样。那火电酸蛮好理解的啦，就是特殊属性的魔法攻击。那巫毒呢，则是辅助型的法术，那它可以让你呢帮自己或者是团队补血，或者是操控敌人。那仙人掌呢，则是控场型的法术，它可以有地雷，或者是升级后它可以召唤仙人掌玩偶，然后让你变成召唤师。而每种法术互相搭配呢，以及加成，可以有额外的特殊效果，譬如像酸加火，它可以造成爆炸效果。那它就可以瞬间打出很高的伤害。那仙人掌加上元素法术呢，可以让仙人掌打出的伤害呢有元素效果。所以法术的互相搭配呢，也会是另外一种学问啦。最后除了武器跟法术外呢，各位也别忘了自身机体的升级。那这边同样的可以升级自身的数值，就是简单明了。那透过于游戏中获得的金币呢，则可以升级。然后同样的，还有旁边的这个卡牌。那这边稍微右下角的地方点下后，可以进入到卡牌商店。那我觉得它这个进到卡牌的这个界面呢，可以稍微设计的再清楚一点啦。那跟枪支一样，就是如果我没注意的话呢，其实不太知道要点进来这边看。那各位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卡牌购买，而卡牌商店中的货币呢，则是使用灵魂，也是于游戏中获得。那卡牌上方的这个等级呢，则是卡牌效果的强弱啦。那可以看得出来，传奇卡牌的效果呢，感觉就是比较强。那普通卡牌呢，则是，但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啦。那游戏中呢，有许多莫名的小恶搞。那譬如像说这个橡皮小鸭，那就是让你走路呢发出声音，但可以干嘛？就是发出声音，就这样。而右方呢，则是各位可以置放卡牌的格数，那共有14格。但不是可以选14张卡牌哦，就是等级越高的卡牌呢，它吃的格数就会越多，所以各位就要自行斟酌的去搭配出最好的卡牌组合。那卡牌呢，在游戏中呢同样可以获得，不过在这边的卡牌呢，则是可以让你确定就是进到游戏呢可以吃到其效果啦，就不用随机的在游戏中赌掉落。那以上可以感觉得出来，虽然武器呢跟法术种类不多，不过透过卡牌的搭配呢，以及法术的混合，整体打起来会很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除了单纯的物理枪手外呢，也可以透过卡牌的搭配，让自己变成个魔法师。那重点这个游戏呢，它的整体节奏也快，虽然单人呢也可以游玩，不过我感觉呢4人玩起来真的是好玩非常多啦。那一起合作推网呢做任务，然后死掉了之后呢，互相帮忙复活。然后加上逗趣的风格，就是很有 party game 的感觉啦。整体真的玩起来就是很热闹、很有趣。那目前这款游戏呢，尚在体验阶段啦，不过可以感觉得出来很有潜力。而且让我惊讶的是说，这款游戏呢，还只是个8人小工作室制作的。那虽然是有点 bug， 譬如像说我在打王的时候，整队掉落峡谷，会变得是说无法回到战场，然后卡住，以及目前敌人的类型呢，感觉有点偏少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透过之后的改版来修改以及增加它的内容，所以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瑕不掩瑜啦，也难怪就是 Steam 上呢玩家给出压倒性好评的评价。以上就是我最近玩遥遥稀土的心得啦，那真的是超喜欢结尾后呢4个人一起疯狂冲撤离点的时候，那个音乐呢真的是非常带感，很有荒野大镖客的感觉。那这边以上就这样，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